人生的旅程就是一场奔波，一路的沟坎，不停的跨越，一路的酸辛，不断的超越，一路上成熟着，感恩着，就像安娜一样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独自在深山幽谷生活了3年。不仅给自己的宠物大军盖出了奢华的小木屋，还把自己居住的小别墅装饰成了童话般的小蜗居。12月底的山林清晨还有一丝寒冷，就连猫咪也慵懒地依偎在炉子上，接受着炉火的炙烤。没有了每月1次的大赶集，安娜也忙里偷闲了起来。早上虽然有着太阳的照顾，但转眼间老天就变了脸，银灰色的云朵在天空中奔腾驰骋，瞬间寒风四起。棚子上青色的西红柿像极了一个个的风铃，摇摆在刺骨的寒风中，就连狗子也感受到了寒意，变得不再好动起来。清扫完屋子，安娜拿出了封存了几天的工具，准备给狗子和小猫也盖个木屋。当然，犬舍位置的选择才是重中之重，既要不占地方，又能及时查看。显然，屋后的走廊是最佳地点。安娜使用卷尺把位置测量了一番，为后续的犬舍建造打好基础。显然阿黄知道好事情没他的份，在一旁打起了盹，做好准备工作。安娜来到材料堆放点，虽然最近生活重归了平淡，但很显然安娜也没闲着，趁着闲暇时光，提前准备好了大把的材料，可以让安娜放开手脚来使用，把材料搬运回来。先使用木头在墙壁上对比了一下材料的利用价值，接着在木头上测量好位置。使用手工锯把材料分割出来，给犬舍的建设打好基础。在地板上先拼凑好框架，用铁钉把框架固定好，接着依次在框架上安装上木板。固定好木板，依法复刻一个一模一样的框架。为了保证犬舍外观的美观性，安娜在木板的前端画上一样的造型线条，使用手工锯板多余的部分锯掉。为了方便自己操作，安娜使用一片木板做垫板，顺着画好的线条把板子的造型锯出来。预想中的暴雨并没有如期而至，只有绽放的花朵在阳光下摇曳着自己的曼妙身姿。大半天的忙碌，才把造型板制作好，顾不上休息，把制作好的框架在选好的位置比对一番，确定安放的位置不会跑偏后，使用2根木条把2片模板连接起来，固定好下面的横梁，按同样的方法把上面的横梁也安装好。为了保证犬舍的结实性，必要的竖向支撑柱也得进行安装。作为一个高级木匠，对后续一切工作都了然于胸，不需要刻意的测量，随手的测量就能精确把控树枝。随着有节奏的拉锯，小猫也在一旁梳洗打扮了起来。为了能更好的把犬舍的屋檐给做出来，安娜提前在木头的前端做出造型，方便2根木头能组合成3角形的样子。光有框架可不行，必要的支撑板也得做出来，才能保证屋檐的牢固性。3角板的获取就得采用一点技巧，天然的地板缝隙必须利用起来，才能使锯木板的时候事半功倍。一番忙碌过后，收集到足够的造型板，按部就班的组装工作才是犬舍制作的先决条件。铺设好木板，再把做好的木条安装到板子上方，使用铁钉把木条和3角板固定起来，一个美观的造型板就做好了。使用铁钉把做好的板子固定在犬舍的横梁上，依法炮制此过程，把剩余的造型板全部固定好。
犬舍的大体结构就完工了。检查了犬舍的结实程度，开始屋顶的安装。先用木板对比了屋顶的安装位置。由于门框选择一整片木板的制作，所以必须先把门框部分的工作完成，才能进行后续的安装。从内部进行门框的安装，可以保证犬舍看起来浑然天成，保证了犬舍的整体美观性。安装好门框，再把预留的门的木板安装到支撑柱的连接点，犬舍门的部分也就完工。有了坚实的底部基础，屋顶的安装就快了许多。依次把木板一字排开，搭建在做好的屋檐上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为了保证木板能严丝合缝地组装在一起，边角必须使用电推刨进行找平处理。安装好木板，把处理好的木板安装到屋顶。为了保证铁钉固定的时候能刚好处在三角板上，安娜使用木条充当尺子，在板子上做好标记点，再使用铁钉把每个连接点固定起来，确保钉子的尾部完全嵌入木板中。最后使用电推刨，仔细把每一处平面给刨平整，犬舍的建设就完工了。清理掉刨出来的木屑，安娜仔细检查了犬舍的每一处，才把犬舍移动到了墙角下。由于底部有地板支撑，犬舍的底部就不用再做出木板来支撑了。大半天的忙碌，地面堆积了不少废料，必要的清扫才能保证木屋的整洁。使用完的废料可不能浪费，收集起来给炉子充当燃料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处理完一切，安娜回到木屋，放置好工具，把以前铺在小木屋的毯子铺设到犬舍里，让宠物们有个舒适的居住环境。二狗子仿佛知道自己有了新家，摇尾乞怜地祈求着安娜的爱怜。看着犬舍中厚厚的毯子，再对比安娜床上铺的，这待遇简直好的没边了。处理完犬舍的问题，安娜来到院子中，在院子中找起了羽毛。原来安娜是想制作一把趁手的鸡毛掸子。另一边的禽舍孵化棚上，鸡妈妈还是一年如一日的卧在孵化棚上，孵化着小鸡仔。几天未曾收获的棚子上堆满了鸡蛋，看来用不了多久又能去卖山货了。四下搜寻一番，找了一大把羽毛，拿着羽毛回到了木屋，找了一根棍子，把羽毛都固定在棍子上，拿绳子捆绑结实，一把趁手的鸡毛掸子就做好了。由于木屋在建设的时候没有考虑防腐的问题，自从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，安娜也买回来了油漆，打算给木屋刷上一遍，来减缓木屋的腐蚀问题，才能保证油漆更好的粘连在木板上。大半天的忙碌，总算是把每一处都清理干净了。安娜回到木屋，取出了买回来的油漆，先把适量的油漆倒入桶中，再加上少量稀释剂调制一下，根据油漆的粘稠度进行多次调试。虽然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但安娜并没有打算停下来，端着桶子开始给木屋刷上一层漆面。
大半天的忙碌也只是刷了一面墙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天也完全黑了下来，忙碌的工作还在继续。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，但往往在我们念念不忘中被我们遗忘。不过像安娜这样的女孩，我实在忘不了。看她的视频就是一种顶级享受。冬日里的屋外寒风阵阵，屋内温度却达到了20度。一个人坐在奢华的小木屋里，用着亲手建造的豪华壁炉，小日子不要太哇塞。黎明前的山涧静悄悄的，随着一声公鸡晨鸣声的响起，犬舍前围满了早起的吃瓜群众。显然狗子们在新家中睡得不错。犬舍中还有2个不愿出门的小家伙，躲在小窝中玩闹着。起床后的安娜和往常一样清扫起了卫生。昨晚加班刷的墙壁看起来凝固效果不错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工作了。为了完成木屋的刷漆，安娜从屋后取来的梯子，准备给木屋继续翻新。摆放好梯子，安娜回到木屋取回来了油漆，熟练地开始调制，合理的使用材料，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节奏。调制的油漆不能太多，防止用不完浪费掉。调制好之后，安娜开始忙碌了起来。由于昨晚刷好了墙壁，趁着今天暂时不使用门的功夫，得先把门的漆给刷出来，这样才能不影响门的使用。有了趁手的刷子，门栓的缝隙刷起气来也方便了许多。调皮的狗子早已跑得不见了踪影，只有2只小猫还乖巧地关注着安娜，端着桶子踩着梯子一番忙碌，才把正门口的油漆给补全。由于屋顶的高度实在太高，安娜只能把梯子架设在门口的平台上。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安娜在地板上钉上了木条，给梯子下面做出支撑点，把梯子底部卡在木条上，确保梯子稳固后，安娜才踩着梯子来到顶部，对屋顶的3角区域进行刷漆。刷好屋顶，安娜回到了地面。当然，刷漆就得全套进行。新建的犬舍也得刷上油漆，才能减缓木料的腐蚀。狗子们似乎知道安娜在给自己的新家搞装修，安静地待在一旁陪伴着安娜。别看工作很单调，但真正干起来却是十分费时，每一个缝隙都得兼顾到。俗话说得好，慢工出细活。经过大半天的忙碌，才给犬舍刷好了漆。看着无聊的刷漆过程，阿黄也在一旁昏昏欲睡了起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桶子里的油漆也见了底。刷好犬舍后面的墙壁，安娜把犬舍重新复位到墙脚下。平淡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第2天依然是个好天气，鸭子们早早的就在河道中嬉戏起来，猫咪也扎堆在一起探索着新世界。一只离群的丑小鸭在河道中精心梳洗打扮着，一切都是那么惬意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一大早安娜又开始了忙碌。经历2天的消耗，桶子里的油漆也见了底。调制好油漆，安娜开始对剩余的部分进行补漆。为了防止屋顶的灯罩上沾上油漆，安娜在刷漆前先拆卸掉了灯罩，等屋顶刷好了漆再把灯罩复位，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。单调的劳动场面才能保证刷好漆的木屋熠熠生辉，按部就班的工作顺序才能保证木屋每一处都能刷到漆。虽然一个人的工作略显孤独，还好阿黄不离不弃地陪在安娜身旁。屋檐部分的刷漆就得单独踩着梯子进行操作了。看着刷好油漆的木屋，安娜高兴得像个孩子。毕竟木屋承载了自己太多的心血，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一步步看着其成长变化。虽然工作很简单，但也消耗了大把的时间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天色也慢慢暗了下来。为了完成木屋的刷漆，安娜没有停下来，踩着梯子对最后一面墙壁进行补漆。自从在池子里有所斩获，小猫也时不时围在池子周围，想要再次捕获美味。枯燥的刷漆工作确实无聊，历经大半天的忙碌才把油漆刷好，天也完全黑了下来。为了防止油漆凝固掉，安娜回到木屋打开了照明，继续对没有刷上油漆的部分补全。只有忠诚的阿黄安静地陪在安娜身旁，给安娜鼓励着。其他的小家伙却跑回了犬舍，呼呼大睡了起来。
刷完最后一处栏杆，安娜仔细检查了每一处，确保没有留下遗漏后，才端着桶子返回了木屋。来到油漆堆放点，先给桶子里倒入稀释剂，把没有用完的油漆中和一下，倒入油漆桶进行封存。接着就是个人卫生的清理了，沾满油漆的手臂，要是没有专用的清洗剂，想要洗干净确实很麻烦。还好赶集买好了一切东西，清洗完毕，忙碌的一天也画上了句号。一个不懂得取舍的人，就是愚蠢可悲的人。相反，谁能坦然地面对失去，就有可能换来幸福美满的人生。这些寄语难道不是为安娜量身书写的吗？她可能是地表最强的女人，独自一人在野外生活了3年，利用水流高度差的原理，建设了一个河坝式的发电设施，实现了用电自由，还给木屋安装了奢华的壁炉，在寒冷的冬季里，让木屋内温度达到了20度。黎明前的山涧又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的小雨飘洒在竹屋上，和竹屋中升腾的烟雾相互呼应，把幽谷装饰成了仙境一般。虽然安娜还没起床，早起的狗子已经四下活动了起来。受到小雨的波及，鱼池旁也只剩下3两个身影在觅食。矗立在风雨中的木屋越发越有了家的感觉。历经3天时间的忙碌，终于把木屋刷漆工作完成。虽然休息了1天，安娜也没闲着，把买回来的材料组装到了一起，准备把壁炉给建出来。清晨的山谷笼罩在蒙蒙的细雨中，大地万物也被洗刷一新，静静地矗立在雨雾里。就连叶子上也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，像极了一颗颗珍珠挂满了枝头。院子里的小鹿也焕然一新，迎接着新的一天的到来。别看狗子们起得早，眨眼的功夫，一个个就躺在了犬舍中，正呼呼地大睡着。由于前一阵修缮竹屋的时候，把油具放在了竹屋，起床后的安娜从竹屋拿回来了油具，打算今天把壁炉给建造出来。虽然组装好了壁炉的框架，但如何对壁炉进行精装修，就成了今天的主要工作。最近频繁地使用木板，把囤积的木板也使用完了，所以如何制作一批木板，就成了首先要处理的问题。有了前面制作木板的经验，如何获取木板简直不要太简单。熟练地摆放好木头，铺设好支撑板，安娜开始了今天的工作。在木桩前端测量好位置，做好标记点，使用宝刀给前端做出卡槽，方便自己下锯。接着使用墨斗线在木头上画出线条，确保锯取木板时木板能均匀如一。做好准备工作，安娜拉动油锯，驾轻就熟的操作步骤，才能保证每一步的工作都不会出现疏漏。四处飘散的木屑对应着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，在趁手的工具加持下，木桩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模一样的木板。粗加工的木板表面还是很粗糙的，为了得到更完美的木板，安娜把木板架设在做好的工作台上，返回木屋取回来电推刨，使用电推刨把木板表面处理平整。几个月的熟络，小鸡们还是对池子里的鱼苗念念不忘，在池子里觅食着。只有大公鸡精神抖擞地观望着周围，经过一番忙碌才把木板处理好。为了方便自己工作，安娜分几次把木板运到了门口。当然，要想木板完美地安装到壁炉上，木板的数据还是得精确测量一下，然后再回到屋内，把壁炉各处位置也测量了一番。做到一切都了然于胸后，安娜才把壁炉搬离了墙角，腾出工作空间。由于打算在屋内进行安装壁炉，所以炉子的出烟孔就得单独在墙壁上进行制作。在墙壁上量好位置，画好需要去除掉的标记点。由于前期木屋建设时没有提前考虑出烟口的问题，导致无法使用锯子进行操作。还好安娜够聪明，先使用手电钻在木板上钻出一排小孔，接着再使用手工锯顺着孔洞把多余的木板切割掉。虽然看起来是给木屋留下了瑕疵，但必要的程序可不能少。毕竟处于室内的壁炉，要是没有出烟口还是很危险的。扛着烟囱来到屋外，踩着梯子把烟囱安装到出烟口。为了保证烟囱的牢固性，安娜还使用铁丝把烟囱悬挂了起来，这样等烟囱连接好，外面刮再大的风，烟囱的位置也不会跑偏。安装好烟囱，安娜回到屋内，开始对壁炉和烟囱进行连接。提前在铁皮上留好了孔洞，
可以很方便的使用手电钻把螺丝和铁皮固定起来。打好螺丝后，再使用锤子把翘起的铁皮砸平时了，此处的工作就完成了。金钱再多也无法阻止死亡，长相再美也不能讨好阎王，名声再大也要经过生死。因此，人生不要太贪，不要活得太累，适当学一学安娜自由的心，也许我们的生活也不会这么单调。加油吧，我的老铁们！